这里是选手与水最密切的互动，速度、技术与意志在这片河面上交锋。台湾轻艇主流的运动有分主要是为3个，一个是轻艇竞速、轻艇激流以及轻艇水球。那轻艇竞速在这几年台湾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不管是在国内的或是在国际上的成绩，甚至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也有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那这当然还是要感谢体育署的大力支持以及帮忙。未来甚至我们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好的金牌选手，然后让台湾的轻艇运动在国际上可以越来越好，发扬光大。轻艇的项目主要是分为 K 艇以及 C 艇。那 K 艇的话就是坐姿双桨叶划桨 ，C 艇就是半跪姿单桨叶划桨。那奥运的项目有 K1、K2、K4、C1、C2， 距离有200、500以及1000公尺。那我们在这次比赛，除了有200、500、1000公尺之外，还有一个5000公尺。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手训练的状况吧。轻艇竞速是一场与水抗衡的艺术，每一次划水都是日月累积的成果。划长距离的时候，越靠近终点，然后会越美丽，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坚持。因为竞速这个运动比较偏乏味一点点，所以它没有很强的毅力的话，会很难坚持下去。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在训练，然后把平常训练的东西发挥在比赛上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平衡船身，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这次的比赛是我高中3年最后一场的全国赛，把它划好，然后不要留遗憾。经过这几个月的培训，我想要知道自己大概进步了多少，然后也想要知道跟其他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想要借由这次的比赛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不管是同年龄层的人竞争，还是跟比我更大的一起比赛，想要看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方。可能之前在母队练习，跟在这里跟培训练习的训练模式不一样，自己也希望可以试试看不同的训练模式，然后看在比赛场上有没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出来这样子。短短数百公尺是体能、节奏、心态的极限挑战。当起跑线响起出发讯号，谁也不能退让。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是选手们用千百次练习换来的稳定与爆发。极限在这里被不断推翻，荣耀在瞬间分出胜负。在这条水道上，谁能稳定心跳，谁就能主宰比赛。这一刻是速度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我们在水上划出荣耀，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加油！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在今天6月2号星期五，透过我们转播一同来欣赏114年全国轻艇竞速锦标赛。我是主播孟婷，在我身旁的是我们这一次在轻艇竞速的讲评老师杨明老师。老师你好。主播好。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东县的活水湖。现在稍早已经进行完了许多比赛的预赛，那紧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赛事是 K1 1000公尺的准决赛。那前几天似乎那个天气并不是太好，不过目前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遇到下雨的状况。但是这个天气好像有点闷，好像对运动表现来讲也不是太好。对，还是有点把雨下下来，这样比较对选手来讲负担比较小了。没有错，那幸好也没有到大太阳，是处在一个还可以的状况。对，还可以，但是成绩可能就不会太好。老师，那您认为说主要大概是要什么样子的天气，对于这个选手表现来说会比较好？他可能那个温度大概再低一点点，因为这个太热，你选手在练习、在比赛的时候会身体都发热啊，那你会热到就很厌世这样。而且特别是对于轻艇竞速这个比赛来说，假设遇到下雨的情况下，是不是又会对选手的发挥有更大的影响？因为雨也不能太大啦，不能太大，太大等一下船都是水。对，毛毛雨是最好的。毛毛雨，然后温度稍微低一点，这个会比较舒服啦。然后你滑的时候，那个你散热也很 OK 这样。画面上看到的是K1 1000公尺的比赛，在前面稍早已经进行完了这个预赛，总共有3组来进行。那来到了准决赛的部分，总共会有6艇的数量。我们的赛制是
这个选拔赛赛制就是预赛分3组，然后每组的第1名就直接进决赛，是，然后剩下的3组的23、23、23、23就是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准决赛啊，剩下6艘艇，然后你只能前3名可以进决赛。那对于这个1000公尺，就是算是在轻艇竞速的算是非常长的长距离。对，就基本的1K 啦，我们讲的1K， 然后这也是奥运项目嘛，所以很多练的人非常多啦，所以你要在这个项目比人家强，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的。没有错，而且1000公尺变化蛮多的哦，因为每个选手教练都会有不同的战术了，比如说，赛制是预赛第1名就进决赛，那他可能就预赛第1名就先把第1名拿下来，那他这一场就不用滑。对，因为毕竟其实距离预赛也才休息大概2个小时而已，对，其实还算蛮赶。对，他这场不用滑，然后加上这个天气太很闷的，他可能比较好去调节他的体能，是就专攻在决赛。但是有时候有些选手也不是这样想，他想说多滑一场是一场，可以练一下，把那个动作打开修正一下。对于每一个比赛场地不同的水域，是不是其实每个选手也有不一样要适应的地方？对，基本上我们这个在人工竞速1000公尺比赛，通常就是在人工的那个河道上比，然后它就是一个进水的区域。但是进水区域一样还是不太一样，虽然看起来一样，距离1000，然后宽度可能100公尺，但是每个场地滑起来感觉就不太一样。因为有地方可能风是正的，有的是风是逆的或顺的。那这个对 K1 选手来讲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对C1 选手，因为它左右不同边，它风从哪里吹来就有一点，不是有点是蛮大的。是，因为左右手不一样，就真的会有不同的状况了。没有错。大概滑到。也差不多滑到快剩下200了吧。来到最后的尾段了。目前看起来是第2水道的选手取得领先。徐家那个大溪高中的，看那个船应该是他了。所以那个其实准决赛之后大家差很多的话，还是可能你滑第1可能你不会慢慢滑了，因为你最重要是下一场的决赛。没有错。后面就会保留一点体力。因为你只要确定你是前3进决赛的话啦，就看起来这前3进决赛，他们有些人就放掉了，有些人会有迷失，说他水道要跟在中间。但是有人想说我在旁边滑，然后滑我自己的。就感觉那个陈徐佳最后有点放慢。因为有时候我们比赛比的，像台湾就虽然到处都有水，但是可以当比赛场地也不多啦。然后办一次比赛，拉水道绳什么那要花很多钱。对，要租场。然后那个每个县市或学校来比赛也花很多钱。所以有时候比赛没有很多，比赛太少，然后又会，就是有时候大家就虚虚假假，虚虚实实。在近期除了这个轻艇锦指标赛，在前一阵子应该就是全中运、全大运嘛。如果你把那个世壮运跳过的话，我想说针对这个学生成绩这样。对，所以他们其实来比赛的选手，大概对大家都应该有一点了解的。有的是来这里复仇的，有的是来这里卫冕的，有的是来这边挑战前辈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分龄的那种比赛，最麻烦就是你18岁可能很无敌，15到18岁你18岁无敌，但是你升上过一年，你升上19岁，你就要跟学长，瞬间又要从最下面开始，对，你就要跟学长拼。那学长每个都比你多吃好多年饭了。确实，应该是对于每一个有分年龄的比赛，其实这个都是那个时期可能就有点尴尬。但是有些学弟说我直接一次把你干掉，那也是真的很也是有啦。我们这一次刚好有3个选手被我们派去那个泰国帕塔亚那边的一个亚青锦标赛前面一个训练营。所以有3个，就是那个15到18岁 K1 男生 K1 女生 K1 跟女生C1有3个
目前台面上台湾最强选手现在不在这里，都在泰国。第12场次少年男子组 P1 200公尺预赛第一组，泰国巴达雅很漂亮那个地方，老师有去过吗？巴达雅昨天才11个人，真的假的？真有这个消息？有啊，昨天我只去巴达雅海边开过会了。哦，他们比赛场地在巴达雅附近的一个湖里面。哎，那离那个海边很近吗？还是有？那个坐车半小时吧。哦，那蛮远的。也不会啦，因为泰国也比较大。泰国比较大，啊，那个就是泰国，那全名可能叫做什么泰国皇家海军什么水上训练基地。听起来很厉害。因为他们泰国主席，之前的主席他们改选过来，之前的主席跟现在亚洲青年总会主席是那个泰国的海军的将军。哦，所以他们泰国对这个项目还蛮支持，还蛮重视。那个场地盖起来，那个场地也是几年前盖的，它就是变成那个亚洲轻艇竞速场地，跟它旁边有盖个人工激流场地，它就是亚洲轻艇训练跟比赛一个很棒的场所。是。好，那刚刚进行完了 K1 1000公尺的准决赛之后，紧接下来进行到 C1 1000公尺的项目，一样是在准决赛的部分。也有一些可能没有看过轻艇竞速的，就会不知道说K1 跟 C1，C 跟 K 有什么不一样？那一个就是单桨，一个是双桨这样。对，还有一个双 K 的话是坐着。那C1就现在画面那个，就是你要高跪姿拿滑单边。是。那台湾现在是希望，因为有一个赖冠杰，他是那个亚运金牌，他就去比奥运，比奥运就不行了，因为奥运那个程度往上，那个不是越级打怪，那是要越几个级，所以他奥运大概排名大概20左右了。但是那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前进那个太难了，那个真的太难了，所以我每次跟这些小朋友讲说，技术其实有就好了，你还是要把自己吃壮一点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要吃壮一点，因为你的目标如果是要去外面什么为那个什么代表国家出去的话，你吃壮一点才有机会到外面去比，才有那个力气这样。不然你台湾你第一名，你出去就被人家秒杀，真的，那会心理受伤很大，还是有一个实力的落差这样子。但是吃壮一点是一个基本的，力量不能输人啊。所以在对于这个轻艇选手、竞速选手，他们是不是重训的部分其实会做的还蛮勤的？对。但是要有系统，你不能说国中就给他做到底。老人都会说这样会长不高。那其实真的有差了，就慢慢做。但是要有系统的，要看到家长哪一段。然后也要吃啊。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要吃好一点啦，没有吃没力气滑。真的，因为这是比1000的。这个项目比1000，你真的你力量不够，耐力不够，那不用滑一般就死了。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去看那个赖冠杰那个亚运的那个重播，你会觉得哇塞，好了不起哦！他是大逆转吧？对，250公尺这样可以逆转回来。那个整个人最后的这个爆发力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个也有很多关系啊，因为他以前比较喜欢练200。所以他的爆发力没有问题了。但是因为那是奥运项目改成1000的，所以他就直接改练1000，所以大家之前都很不看好。但是我是很看好了。你很看好他？因为他这个小朋友那个个性就是不服输啊。那一开始那个200公尺并没有成为那个比赛项目，为什么不是去改练500，而是直接去到1000？没有，因为奥运项目不可能太多项啊。是。他不能太多项，所以他希望就说就1000，就只有1000而已，没有其他的。那以前 K1 有200跟1000。但是他是因为女生都说要跟男生一样啊，所以才要出来了。好，比赛开始。一样是有6个水道。就国际上的比赛大概就会用9个水道。是。所以因为他参赛国家多啊，如果你有水道比不完，要比很久。台东活水湖应该也算是比较少来举行这个比赛，大部分是不是都在宜兰还是？没有，其实我这个场地我们青年协会
他之前每年暑假都会来办啊。在这边吗？我看前几年办在宜兰东山。因为对，就是前几年刚好就换去那个东山河。它这个场地其实算水质还是什么长大小算是台湾最好的最好的。哎，因为那水最干净啊。人家说台东就是好山好水这样。对，还有3个字。好无聊，好无聊。没有，但我们不好。看起来大家蛮喜欢来这里的。就会感觉整个氛围也比较chill一点点，比较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我们之前常常就算没有比赛，那可能有些代表队训练暑假都大家调到这里来练习。但是暑假来这里练效果不好。太热吗？太热啊！所以有时候变成4、5点就要开始练了。因为太阳还没有很大。太冷的话，不是对于选手来说也会。台东没有冷这件事啊？真的吗？没有。他们冬天也是还蛮温暖的。台东都很热。比赛的第1组以及第2组选手开始检录。参加第14场次女子10000公尺预赛第1组开始检录。目前感觉选手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点，就是在台湾所以那个真的要练的话，那个如果他们里面有一些人要去亚青或者世青的话，就知道这一段国外选手还是迈开来再滑。我们如果放慢，其实选手应该要求自己这一段要把动作打开让他喘去滑，不要慢，目前看起来动作要开，让他喘滑动，很有效率这样，然后去调呼吸，不要整个慢掉就会整个喘很慢。是，然后你后面要再提速，就可能也会稍微对，那个阻力会很大。目前差不多进行到了一半了。第5水道选手目前在第1名。这个1000公尺对于选手来说，其实也算是蛮痛苦的。对，因为他后面真的会他滑出来是台湾选手大概4分多，4分多真不好滑了。你要么就再长一点，要么就短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赖冠杰，他之前喜欢滑200，他200还可以，他200还可以滑到世界杯的第4名。哇！他后来500很强的时候，可以滑到世界杯冠军。那个真的是他也是怪怪的，应该检查一下是外星，蛮厉害的。所以他的成绩大概，但是因为世界好手太多了，所以他还是输很多人。所以这些小朋友应该有一个那个 sample， 就是一个偶像在前面，就可以去follow。对，可以去追逐这个。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是15到18岁，看起来就是比较那个青涩，就比较稚嫩一点。对，那个力量。动作有点像，但是力量还差了一点，还差蛮多点。蛮多点。没有，就是因为赖冠杰把我们往前带，所以我们要往前看嘛。是，标准稍微放高一点。他们做得到啦。只是因为在比赛他们就有战术，就可能说好了，那个我可以进决赛就好了。是保底前3名。所以等一下看决赛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膝弯真的很不好滑。这个他们往右边滑，他们是用右边还是用左边？就是纯粹他们自己的惯用手吗？还是？对啊，就跟棒球一样，左打右打。他就是觉得他就是左手比较顺，右手或者是右手比较顺。你要帮他改不动。可以顺利的。这个应该前4名都可以去决赛。因为预赛只有2组。是。看到是第4水道的选手，第1名通过了终点。第12场是少年男子组10000公尺预赛第1组选手，信义国小何乐、永和国小黄敬明。我们礼拜天有5000的，那就是更痛苦了。那5000的话，是因为那个国际轻艇总会，他也是一直在跟国际奥会在
在那个 fighting 那个就是运动的名额。哦，是，哎，要多一点项目就对了。那大家都是这样啊。哦然后就要想说什么项目比较有大家会看会接受，所以竞速这边有一个在推5000公尺，5000公尺就是要 balance， 应该比较像是 balance， 就是取得那个，因为千里还有一个项目叫千里马拉松。哦，是。那你办千里马拉松，千里马拉松如果可以奥运，他也想啊。哎，但是要去找一个千里马拉松10几公里的水域，也不太麻烦。哎。所以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考虑，但是这种问题太复杂，也不是我们只能听听而已啦。那高层很多高层，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我们要去知道他们要干嘛。确实，不然人家都练好了，我们还在那边练。这样还有个训练的方针。现在是女子的500。紧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赛事是女子 K1 500公尺的准决赛。一样是在稍早有进行预赛。总共也是6位的选手。对，因为我们航道最大就6个，就是标准这里航道是6个，就是6个。那因为这次比赛，可能大家很久没来台东，所以都认真报名，所以有很多项目报到，我记得有个项目报到39个。哦，39个，如果你用6道去比，可能比到天黑啊。所以超级多人，所以我们就有时候把那个第0道跟第7道拿来用。啊，是。预赛的时候可能大家。该输就输嘛，该赢就赢，还是会有点落差，有一点落差，所以比较不会计较说外面多2道。哎，那一样就预赛完以后，就回归那个就是正常的6道。是，哎，不然可能真的比不完。哎，还是说那个体育署再帮我们把那个活水湖弄宽一点，跟那个国际一样，国际这个是要找台东县政府，这个花很多钱的，还是不要乱讲话好了。因为国际大概是9水道了。那这一次的6个选手是第1水道是南投蜻蜓江品慈，第2水道大溪高中陈琦，第3水道南港高中庄雅文，第4水道南港高中刘慧琪，第5水道是新大附农郭成珍，第6水道是新大附农的邱子怡，6位的选手。这里有很多前后期的国手。哦，哎，报高中的不一定是高中了。哦，他其实是南港高中的教练。哦，是这样子啊。那个刘慧琪。哦。然后有一些就是这场比赛比完就会去帕塔亚了。哦，马上就要去了。因为亚青就是6月，对，6月就是这个比赛之后的日期。他们亚青也是在泰国比吗？还是只有这个训练营在泰国？亚青都就在泰国。因为他就是比赛前找一些选手早点去。哦。哎，要当做国际总会的业绩啊，了解。他推动各个国家、各个区域、各个州的那个水准，所以他会派教练来练的。哎。那我们其他人在后再去就好了。在亚洲除了在亚洲有没有哪一些国家就算是蜻蜓这个项目的强权？亚洲实力都差不多。亚洲蛮强的。真的吗？哪一些国家？那个亚洲像乌兹别克、哈萨克后来都算亚洲，伊朗这个也算亚洲。对，所以就硬了，硬邦邦的。以前就想说输中国就算了，然后韩国、日本。哎，那现在泰国，我们刚刚讲，他会长是泰国人，又一个训练中心，也不能太弱。比500那个在中间的，所以台湾其实在这个项目需要再多加把劲，这样。所以这没有办法，人家变强，你要变强。那个选手们，你先离开那个赛道。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有修过划船课，我们那时候去日月潭，然后有用这个。台体大吧？对，台体大，那个汪明辉老师的课程。汪明辉啊，对，汪明辉他那个也是个怪咖，那个奥运比了三届吧？对，比了3次。他这个记录台湾人很难破，真的蛮厉害的。前一阵他很像也有去比那个时装运，哎，对他奥运可以比3届，这个就是记录了，蛮厉害的。所以划船还是比蜻蜓好一点。我们蜻蜓那个竞速是
赖冠杰第一个去比2024年那个真的难度很高。第11场是女子K1 500公尺，准备出发，请选手配齐出发线。这个在亚洲，因为中国还是练的最系统化了所以他像上次杭州亚运的时候，他总共竞数是12项金牌，他一个国家只能报10项，他们拿了9项，那没关系啊，第10项他们算赖冠杰算他们的，因为他们在那个他们官方网络就说中国台北。被他们听到，没有了，开玩笑。好，那女子 K1 500公尺比赛开始。这个也是前4名会进决赛。那我们今天的赛程是预计最后一个是到下午的4点半。今天赛程还算比较少，明天就是有一整天的赛事。叫做恐怖的礼拜6跟礼拜天，那因为就是真的大家很久没来台东，都很想来，就顺便来观光这样。可能也没空了，没空吗？因为比赛如果2天，选手晚上可以去逛夜市，对，可以逛个夜市。这就是那个运动观光啊，对，就是各个项目到其他县市比赛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小小的去那边玩一下。所以像我们全中运，我们那时候也跟大会讲说我们要留在台南，所以结果还不错啦，还不错啊，有喝牛肉汤是不是？其实我没喝到，别的教练好像都有喝到。你怎么没喝到？我吃的别的。你是吃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猪心粉。阿明猪心。怎么吃半天怎么牛肉汤怎么没喝到？好了，下次再来去。对，保留遗憾。对，所以运动比赛、运动赛会观光也是有一点这种，就是有一点小遗憾。对于这运动选手来说，也是比那个辛苦训练那么久，去外县市比赛，就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放松一下。也是啦，还是要先照他的那个训练规划比完再来，因为有的那个食物太吃不下。什么高油的那种。像台南。我们讲说太甜什么其实，在台湾都算好了。像我们之前有选手去哪里比赛？去伊朗还是去乌兹别克？那个去就开始拉肚子，要拉几天的。这样会影响到就拉到全身美丽，都不用比了。画面上看到第3跟第4水道2位选手1、2名通过了终点。大会报告，你这个水体泡水。就是刘慧琪了。是。已经到了接下来稍后的决赛。通常一般来说，这个C 跟 K 他们在选手的选材方面是怎么来去分别说这位选手他适合用单边还是适合用双边这样子 ？K 的话，他要手长脚长然后 C 的话要比较壮。完全不同类型，一个是可能比较细长，但是练到后面要这样，但一开始你就都给他玩了。就看哪一个。你不要太早定，也不要太早定死就麻烦了。确实。而且有些选手，你原来给他那一项，他怎么滑都怪怪的突然教练没看到，还是他突然玩他怎么扣完那个怎么变那么厉害？就还变比较好这样。有可能不是都有，但是一开始多给选手去试不同的东西，应该是必要的。是。你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小朋友他滑那个叫做 polo 船，他的船就两边都圆的，叫小哨。这一般在拿游泳池打那个叫蜻蜓水球 canoe polo，但是这个项目也很好拿在国小来推广因为它船比较好载是一艘船大概8公斤，然后3公尺长。如果一般的那个小轿车车底架可以绑个4、5艘这样就也不用运了，门槛比较低啦。这样
啊，不然那个你看那个国高中，他整个学校要拖板车来，哇，真的拖板车很辛苦来很贵，而且是台东，如果台北的来，台北来那个拖板车来回就好几万。对，甚至如果不是在台北，可能是什么台中之类的，要再直接绕半个台湾。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精灵项目，如果要推展的话，就运船啊。比较辛苦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是需要1年如果10万个训练经费，你不能都拿来运船嘛。但是你不运船又不能比，所以这慢慢来啦。国小的话有那个 Polo 船，那就蛮方便的。因为一般轿车就可以载这样。一般小小游泳车、小小游泳池就很好用了啊。而且它还可以打 Polo 踢球。哦，它有多种用途。而且它船头跟船尾有那个防撞角啊。你在游泳池很多以前的教练说，那个船头轻艇不给人家在游泳池用，因为它船头是尖的。他说那个下去用会把游泳池撞坏。我想说，不会吧？是船头尖的，应该是船会坏吧？对啊。然后他们都说那个。现在我们是小朋友，没有错。看起来就比较可爱一点。少年男子组的200公尺的 P1 的赛事，第一水道是台南蜻蜓的郑权和第二水道是土城蜻蜓黄子豪，3水道是新义国小和乐，第4水道水里国小的胡明耀，第5水道是永和国小的黄敬敏，第6水道北湖国小的邱义兴、邱志兴，叶志兴，哇，这个眼睛不太好。你看这个船就跟刚才那些船不一样，是，可以看到前船头、船后、船尾都是有防撞胶，而且小朋友在比是有规定说一定要穿那个救生背心，是不是？我们是强烈建议，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比较方便啦。比较方便吗？因为如果突然太多人翻船的话救不了，所以强烈建议要穿着。国高中以上的进入选手，你可以穿，也是建议你穿，但是没有强制。应该大部分人都不会想穿吧？不一定，现在有一些是穿帅的。真的吗？他那个就是会弄得很漂亮。还以为想说他们会觉得穿这个比较传统一点，他们就不喜欢这样。你不会啦，那现在救生有的做法也蛮好的。因为旧的救生衣太大件可能会很闷啊，那汗很臭这样。就大家都上一个比赛下来直接继续穿这样。后来有些救生衣都自己的，像龙舟比赛就是龙舟比赛，现在很多人都自己买啊。那巴不得可以秀的机会。好的，比赛开始，是200公尺的赛事。但这种船划200公尺好像有点远，而且小朋友力气也比较没有那么足够。忘记了，应该给他改成100公尺。因为这个是3公尺长啊，然后我们刚 K1 的船是5.2公尺长，是所以那个 K1 就真的可以划很快，那个速度感就会比较明显这样子。我们也看到是第2水道土城蜻蜓的黄子豪小朋友，目前是在第1名的位置，而且与后面的选手有一段差距。那这个是预赛第1组的赛事，在稍后也会来进行决赛的部分。好，最后第1名通过终点的是土城蜻蜓的黄子豪。第2名跟第3名也相继的通过终点。
王子豪小朋友算是从开始之后就是一直在第一名的位置，最后又拉开一段领先的距离。以上是第一组的赛事呢，紧接下来稍后要进行到的是，也是少年男子 Polo 的200公尺的第二组的比赛，有5个小朋友。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还蛮闷的，光坐在这边就是会一直流汗这样子。要有一点风啊，不然真的很闷。所以如果是小朋友，那个比完就要赶快上去喝个水。哦，是。在这一组总共是有5个小朋友来比赛。看到在这一组总共5个小朋友，在第2水道是新民国小的曾子君，第3水道是永和国小的黄湘明，第4水道海东国小的吴宇辰，第5水道新民国小的林代成，以及第6水道水里国小的梁浩君。就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像蜻蜓这个项目有分竞速跟激流嘛？那在一开始在选手训练上，也是让他们就是会多方尝试，还是他就是会专项可能是练激流，然后专项是练？这个有很多的情况呢，因为如果你要练激流，那你家是不是要在南投还是宜兰这种地方才会有激流？哦，是这样子啊。你在台北阳明山也没有激流啊。哦。所以有些是环境，那有些是如果学校有游泳池，那就玩这个，可以有人造浪的状况这样。这游泳池的话，用这种 Polo 船就很方便如果你在一个湖啊，那可能可以直接下那个竞速船哦。所以有时候要看情况啦。比较大是看他当下可能或者学校没有，你也是加油也想练也没有办法这样。对啊。因为台湾跟欧洲比起来，又不是俱乐部很多的地方。因为如果像欧洲很多俱乐部，他其实很多小朋友玩这个不是学校玩的，他是俱乐部他爸爸跟他爸爸每天去滑的。哦，是，而且很快就比他爸厉害。所以俱乐部其实在欧洲、美洲很重要的一个就是promote sports， 就是提倡运动的一个组织，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个样子。用俱乐部的方，台湾比较少。还很少，对啊，因为爸爸下班就把小孩丢在那边，他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很快就很厉害了。好的，那比赛开始。目前看到是水里国小梁耀君选手在最外侧的部分，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而且小朋友如果这次回去，他就会回去找他的直播，对他就会看到他自己的表现。跟爸爸妈妈讲，你看我这么厉害，跟同学讲都可以讲很久。赛事转播也是对于这个运动比赛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可以回去看自己的表现，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不小心滑不好就不要看。没有还是正向是比较多啦。哎，而且他们出来比以后就会想说，我这次滑不好，我下次有下次的目标。对，哎。之前我有转播过那个滑轮溜冰的比赛，他们就是用俱乐部的方式来去做进行。就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这个项目，应该是台湾少数是真的是用俱乐部的方式来去那个推广的这样子。所以现在台湾也有几个人在就是在组织这个轻艇或划船的俱乐部。有越来越好。SUP 比较多一点啊，他们可能一起约去划，好，那在第一组的赛事是看到是黄湘明，第一名通过终点。是第二组的赛事，5位的选手时候是第3水道黄湘明来自永和国小，第一名通过了终点。永和国小是跟爸爸去滑的，爸爸就是教练。哦，真的、啊。那这个他感觉算是小时候被迫学习。没有啦，你要问他，看起来滑得蛮开心的。这个不好说。在推广运动上，我感觉台湾现在其实越来越好了。对，现在以前其实感觉应该家长会不喜欢让小孩去练习。现在蛮多，你看我们协会，我也把小朋友的项目就是放蛮多下去的，然后像 SUP 我们放小朋友，他们也玩的也蛮开心的。对，只是说协会能力不太够。但是其实看到这么多人来玩，其实是蛮开心的。是，要不然真的还蛮累的。协会很多的裁判，上个月从那个3月就一直每个礼拜都在当裁判。哇，很辛苦哎。因为全中运、全大运，然后还有一些单独的锦标赛。因为你现在看是可能有激流锦标赛，还是像今天这个是竞速锦标赛，有的是单独的。然后像世壮运，我们就搞什么项目都有。我们轻艇的项目，竞速、龙舟、SUP、轻艇马拉松、轻艇水球，还有轻艇激流，全部都有。所以全部都比，只有10几天，里面裁判都快阵亡了。然后今天有这个，那今天这感觉算稍微轻松一点了啦。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不能代表其他裁判他应该蛮累的。好，看到的是女子200公尺 C1 的预赛，第2水道是南港高中的江嘉如，第3水道是亚运培训队的江欣彤，第4水道是浙航科技张巧柔，以及第5水道新大附农的金洁仪。应该是讲说都练了那么多场，已经没什么难倒我们了。对。各个协会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应该是真的是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赛事要来举办，然后可能有时候如果参加的选手没有到那么多，应该自己稍微也会比较得不到那个成就感这样子。还好我们算还是可以讲得过去的。那世壮运我们听说是就除了田径以外第2多的。真的哦。我们龙舟 SUP 都算我们的。我们有龙舟一队就10个的。我们就6、7千个人来报名。那也是蛮厉害的。
特别是讲到那个世壮，因为我现在是20几岁，但是看到那个大家现在都在参加，离蛮远的。感觉我可能我感觉我20-30年后也会想要报名那个。没有啦，30岁就可以了。30岁吗？那我30岁我就可以去报名世壮运了。下一次2027在关西日本的。在关西，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年龄。对，要再可能过个10几年。不用，30岁就可以，没有那么多了。6年，没有。可是如果我30岁去比那种，就会遇到那种。也是国手等级的选手，我可能就会被虐。对了，要看什么项目。想说可能等到70-80岁，大家都比较老了，这样选手那个比赛强度比较不会那么高，我就有机会可以赢了。这样像婚礼的爸爸的婚亚公，还是那个打羽球100多0几岁那个。对啊。从现在开始备战世壮运还有50年。那要活那么长。老师，那你们是不是就要当裁判，就不能下去比那个世壮运了？还是其实你有比？我怕被人家修理所以就没有比了。没有，你不觉得很可惜吗？难得，有点可惜对，有点可惜。我们知道那个哪一组比较少的，我们去报那个。对，搞不好就多几个那个壮宝。对，我今天拿到一个奖牌，像是那个萧煌奇，他比那个他们那个项目，他们那个就只有2个人而已，他就保底银牌这样。我们蜻蜓也蛮多保底的。真的吗？那你真的可惜了。没关系啦，服务备战2年后的那个关系是状元。那个日本武士比较凶，对，而且日本人也比较多。这个国际上是有个叫做自动起航器啦，它会有一个挡板挡住船头，然后就 ready set go 的时候，那个挡板上下来。就跟那个田径跑步那个起跑架一样，比较公平。但是我们台湾没有。好的，比赛开始。这是女生哦。是女生的 C1 200公尺。现在是金杰一领先的。对，短距离的赛事，整个速度感觉比较明显一点。大概50多秒应该会完成。新大附农的金杰乙。看来第3水道的江欣彤目前来到了领先的位置。航道出入。第3航道广岛高中。3、5水道距离非常的接近，目前还是第5水道金杰乙取得领先，最后顺利通过终点。金杰乙今年是高3毕业，江欣彤是今年高一，所以那个吃的东西差2年还是有差啦，多吃2年的饭这样。那如果今年毕业，这应该也是他这个准备要迈入大学了这样。对，大学是另外的战场。这个画面就不错，2个在 PK。比起那种一个人碾压全场的这种1、2名距离很接近的那种更好看。到处都有战场，每个人的不一样。有的人想要进决赛，有的人想要滑完，有的想要滑金牌，有的想要拿奖牌，所以就不太一样了。现在时间也来到6月，对于这种高3的选手，也差不多迈入这个毕业季，准备要迈入大学了，就要从头开始了，从大一。对，这个还蛮累的哦。那个以前是他第1名哦，然后一上去都学姐。对。以上是预赛第1组的赛事，那紧接下来要看到的是预赛第2组的比赛，总共是3位的选手。第
第3水道是南港高中的尤亮儒，第4水道是亚运培训队的何义慈，第5水道是大溪高中的金杰怡。弄错，那是简奇云。想说那里名赶快。这是简奇云啊，他是那个大运会金牌。出发时间1分钟，请选手对齐出发线。第3航道向前，第4航道要动，挡好。第5航道向前一点。第4航道向后，第5航道向前。好 ，ready， 3 ，go。蛮快的那个滑的，不是开玩笑的。好的，比赛开始。刚开始目前距离都还非常的接近。有点歪掉。如果歪到其他的位置是会直接对滑到别人家航道就会失格，所以刚那个简俊海哥太想滑第1名了，所以他那个力量那个掌控方向没有掌控不好，是，所以就让何一慈轻松的领先了。那何一慈他其实就是他民雄国中的啦，然后为了滑蜻蜓去水里3公练的。从嘉义去南投这样。对，哇，那去水里3公比较好练，因为你进去日月潭就不用出来了。而且日月潭那边非常漂亮就那个你去找个选手来问，他不会去跟你说漂亮。就专心练了，专心练就会不一样。然后他的学姐现在在那个泰国。所以趁学姐不在的时候认真练。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一次比赛顺利拿到第1名，这样。对。好，紧接下来要进入到 SUP 的比赛。这个是小妹妹哦。是，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一样是在预赛有2组的比赛要来做进行。目前会有穿背心以及拿号码牌的情形。再请注意，穿背心又拿号码牌。请假。第3航道陈诗云，还没出发。对。那在第1组中是也会有7位的选手，7个小朋友来参加。女子 SUP 200公尺预赛第1组航道确认，第1航道电光国小吴怡宽。有。好，谢谢。第2航道。好，谢谢。第3航道百吉国小陈其云。没来，他们自己这样。对哦。第4航道卑南国小王梦琴。第5航道百吉国小游之雅。喜欢可能假日的时候就去。第6航道入手很快。第7航道百吉国小林品文。1分钟，请选手对齐出发线。第7、第6航道向前，第4、第5向前。好，第7停，挡好，再挡，再推一点。4、5、6向前一点。好，第6道停，4、5向前。好，第4道停，第5道向前一点。1、
12向前。第4道向后。第6道、第7道向后，第6道向前。第5道向后。第2道向后。第4道向前。4、5、6向前。好，5、6向前。第2道向前一点，第5道向后。大会报告，参加第18场是少年男子 SUP 200公尺预赛的第1组，以及第19场是预赛第2组，开始检录。第1道向前一点，第6道向前。来，第5道向后，第5道向后，第2道向前一点，第5道向前，第4道向后一点，4、5向前，1、2向前，第7道向前。现在在开始之前都会花比较多时间在确认选手跟这个起跑的这个位置应该要一样的这个状况。4、5向前。因为 SUP 它比较不好识别，因为如果有认真看那个技术船，它船尾巴会有个放航道牌的那个位置。所以你就划过去就知道那个是第几航道。是。那 SUP 的构造没办法放航道牌。6、7向前。1、2、6，所以就看不太出来。这个尽可能的让他每个人的位置。他有时候变通方法是他们发一个航道牌给他放在船上，然后他过终点以后再想办法把它举起来。他有时候是放，就是他背心穿不一样号码，但是这个情况就是天色太暗还是光线不好的时候，颜色你还是看不出来，也是看不到。而且你看小朋友把 SUP 放在小朋友的项目。这真的也不是开玩笑，你看起来大家都有练过，而且应该都滑比我好。真的吗？老师您谦虚了，没办法，小朋友真的有的很高拐，真的很厉害。小朋友是电量最多的时候，感觉滑个多久都不会累，这样。对，然后一下就会了。滑 SUP 是不是左右两边是要平衡？是不是不能只单滑单边？因为我看到有些小朋友会一下滑左边，一下滑右边。有时候是方向变太多，你没办法只要换一边了。他现在滑法是用比较像2个膝盖都下去，用膝盖力量再让它前进。我们的时间进行到了1分20秒钟，200公尺的比赛之后准备要进入到终点了。去哪里？你不是滑到了吗？对，我想我怀疑了，我忽然怀疑我自己。我想说，不是已经滑到了？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他滑到了。号码牌以及穿背心的问题，那请注意，谢谢。另外，第18场次以及第19场次都是以背心全部的小朋友是穿背心的，然后第19场次的第7航道 DNS。没有出吧？而且你看那个，有时候这种比赛就是比漂亮嘛。我滑得慢，但是我船漂亮，要优雅，船漂亮，船漂亮，人漂亮有时候看不到了，因为那个像那个太小。航道确认，第1航道，新生国小周玉芳。第2航道百吉国小徐宇龙，第3航道百吉国小吴杰瑞，第4航道百吉国小田宇轩，
第5航道电光国小潘玉凡，第6航道海东国小王静雅。好，谢谢。那在 SUP 200公尺这个项目中是有13个人报名，总共分2组，一组6个人，一组7个人。那现在进入到第2组的比赛。这是少年女子组的 SUP 200公尺，那也在稍后会来进行决赛的部分。第1水道是新生国小的钟佑芳，第2水道是百吉国小的徐玉柔，第3水道是百吉国小吴杰瑞，第4水道是百吉国小的田宇轩，第5水道是电光国小潘玉凡，以及第6水道海东国小的王静雅。1分钟，请选手对齐出发线。第1航道向前，好挡。第3航道向前，第5航道向前，第1航道向后，第1航道向后，3、4、5航道向前，第6航道向前，1、2航道不要动。来，1、2、3、4、5、6都向前，好，第6道挡，1、2、3、4、5向前，好，第4航道挡，1、2、3、5、6向前，第4航道不要动。这一组总有3个百吉国小的小朋友，还蛮特别的。第3航道向前，总共13位报名的人里面有8个是百吉国小，但是非常多人。大溪高中简其云，请回到检艇处检艇。大溪高中简其云，请回检艇处检艇，谢谢。百吉国小在那个阿姆坪那边啊，所以离石门水库蛮近的，所以他们那个算他们的特色啊。老师校长会带他们去那个阿姆坪滑这个 SUP。在桃园大溪。第3道向前，第4道向后一点，第6道挡。好。这就是老师前面有讲到那个算是地利之缘，就是对啊，他就离那也很近啊，就只能练那个项目，不可能说在那边然后练个田径，这样不合理。不一定跑山路也搞不好蛮强的。那些小朋友都蛮可爱的，而且体力都很好，搞不好田径可能也可以。他们的小朋友听到可以来台东比都很开心的。但我觉得像如果是我小时候，应该会觉得有种出去玩的感觉。而且出去玩就要比赛这样，而且也许小朋友的家长也会一起来，顺便家族旅游。对，这个之前那个桃园西敏国小跟台中宗教大国小，他们家长后援会真的蛮厉害的。哦，真的假的？应援是很大声，是不是？对他们之前如果在这边比，他们可能是1台还有2台游览车，哇，还包游览车。因为如果学生来10几个，那家长可能是2家这样。搞不好公干妈都来了，对，加1台游览车比较快啊，不然你还要在那边抢车票，等下就对游览车这样可能分下来还比较便宜，而且他们可以顺便安排去别的地方玩，这样子也是有老师刚刚讲到这个运动观光的这个部分，而且那个什么亲子和乐，促进那个，然后跟队友也都感觉得到，对，这样是最好的状况。大会报告。参加第20场次女子组希望200公尺准决赛开始检录。
顺利的通过终点。最后第1名通过的是第3水道的吴杰瑞。3、4水道也是百吉国小的小朋友是在2、3名的位置，现场貌似是已经开始下雨了。看这个转播画面好像有而且雨还不小，看那个湖面的感觉，这样会比较舒服哦。对，但是就不要再大了，再大就完蛋了。第7航道卑南国小王梦维。以上是在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比赛，紧接下来要进入到是少年男子的部分，一样是2组比赛，然后总共有16位的选手，一组8位来做进行。第0水道是百吉国小的郑博君，第1水道是永和国小的黄祥明，第2水道是百吉国小林博勋，第3水道是北湖国小的叶志奇，第4水道是百吉国小叶嘉佑，第5水道是新民国小曾子君，第6水道是百吉国小的田念祖，以及第7水道北南国小王梦伟。总共是38个选道全部都满了，有一些小朋友已经有参加前面的一些其他的项目，不是只有比 SUP 而已。因为 SUP 比较容易是爸爸妈妈带他去玩那像 Polo 船那种，可能要学校有或者他爸爸也以前是 Polo 队的，不然不可能买一个 Polo 船在家里啊。对，太怪了。很多时候，让小朋友他练什么运动，其实都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他的父母。那真的是真的，像那个桌球啊、羽球那个，厉害的很多都是家爸爸妈妈是那个国手，对，或者是周转教练这样之类的。这样听得到吗？那个田径也是啦，那个好，谢谢。跆拳道也有，几乎大部分的运动好像都是这样子。像罗嘉玲，他爸爸就也是跆拳道的选手。老师，你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运动的？我们社团呢？社团啊。那个国体大那时候文达那理事长，他就每个地方都捐传，然后不小心捐到体育学院了。真的吗？体育学院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在学校然后我们就跟学长在玩学长带我们玩了。然后就是老师，你是他大学才接触到这个运动，对，所以算是比较奇葩的。斜杠。那之前是什么运动的？没有运动啊。那你还是读国体这样？喜欢运动而已啊。专项比较碰比较多是大学，因为太闲了也不是太闲，等下被大学老师打。因为那时候体育学院没有什么人在学校专场就去练专场啊，其他我是运动保健系的。是运动保健的。对。现在运健也是越来越多人想读因为像我们大学就是运健系就是很多人，那现在就突然一个转身，那个体育相关变成那个显学，对，很热门的产业，而且它不只是说运动防护员他也可以自己开店，你很多压力大的，然后什么肌肉酸痛疲劳的。直接去店里面就徒手治疗这样子，对，一算小时的，1小时2000块，超好赚的，也不是好赚，人家也很用力耶，但是也是很累啦。那个一对手力要够。第20场是10000公尺准决赛，世航科技张巧柔，请进数字减入数减入。第3航道向后，第4航道向前，第7航道向前，1、2向后，0跟1向后，好，停，长水，第0航道向后，第4航道向前一点，第
我现在现场正在调整这个选手的位置。所以我们刚刚讲有那个自动起航器，选手就把那个板子顶在那里就好了。嗯，对，也比较快，也比较统一这样。因为你动了，它就感应你就偷滑。嗯，啊，活水路算是比较好调整的啦。哦，因为活水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湖，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在那个基隆河大家段办技术比赛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它退潮的时候你那个船对不起哦，你那流走了，你就要把倒滑不进来，那这样很麻烦哎。哎，那个蛮麻烦的，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在大直办过竞速比赛。就是在这种尽量以这种竞速比赛就是湖这种类的这样湖。啊，如果是千里马拉松就可以允许一些流了。哦。那国外的千里马拉松比赛都很红，一次出去都几百个，哇，那么多人，都几百艘船在划，因为那个一个山谷里面那个水库大，塞车哎，不会塞车啊，那个河很长啊，很宽，然后有像这样的有，也没什么流，然后一次都100-200个人在划，那个看起来场面蛮壮观的。台湾感觉比较没有，台湾其实要可以啦，东山的不错啦。哦，那个什么，那个今年那个8月成都那个世界运动会，就有千里马拉松哦，但是台湾选手没办法，因为外国选手每天，我们刚刚讲那个外国很多俱乐部，他可能就在山下的一个湖，然后他们可能就住那里，然后每天下班那个就去滑一下，滑一次10几公里这样滑，那体能都好。台湾还是这种场地稍微少一点，对，台湾大概都是学生阶段是选手，千里马拉松它的距离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看场地啊。因为它是有个规定的数值，这样吗？对，它也有是看你怎么滑嘛，它也可能滑绕圈的哦，就看场地怎么用。啊，有各地的那千里马拉松比赛，就滑个100公里、200公里也都有哦，那就是地方特色的赛事。了解。啊，你说100公里，台湾好像没这种河。100公里可能已经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台东滑到花莲了？但是没有这个河啊，没有这个。看有没有要看哪个那个观光局还是什么中古华东海岸管区要办个台东滑到那个花莲的。这个如果他有宣传到国外去，这个就是也蛮特别的，会蛮红的哦。一个特色。外国人很爱滑，外国人很爱滑这个。我刚看到的是第1水道永和国小黄湘明第1名通过终点。是第2水道更正，百吉国小的林柏勋。我们那个裁判应该都有要求啊，就是像 SUP 那个脚绳都要绑，安全，然后应该都有救生的那个装置，是。小朋友应该都会穿祝福衣啊。但是如果明天后天的那个200公尺的有成人组的 SUP， 他们可能就穿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救生衣。明天就会看到了。就屁股一个包包，真的假的？用按的棒压下去才会变救生衣，好酷哦！感觉就是科技的装备。第6国小百吉，第6航道百吉国小赵家和。好，谢谢。你看船就看起来就漂亮多了吧？七彩缤纷，还有彩虹颜色。对，所以这样才有那个什么可看性啊。我划输你，我船至少有赢，船赢你。那龙舟比赛更厉害，龙舟比赛它每个人可以，现在大部分是可以自备奖，那个奖都好漂亮，真的都很移花，都移花的，还可以上网定制，说我要配什么色，还有什么花图案的。好，紧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 SUP 少年男子组200公尺的比赛第2组的赛事。第0水道是百吉国小的丘比特，第1水道是百吉国小王伟翔，第2水道是土城蜻蜓黄藻，第3水道是永和国小的黄敬明，第4水道海东国小吴宇成，第5水道信义国小和乐，第6水道百吉国小赵家和，第7水道是百吉国小的向宇恩。第0水道的小朋友叫丘比特，蛮可爱的名字，爱神丘比特。
有需要要找他，顺便打一个。他可以当月老了。之前那个大学修那个划船课，去日月潭划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寒流，就是只有个位数温度那种，然后就很痛苦。但是下去划一下，就整个身体都热了。日潭还好啊，可见这个温度真的是这个，因为有动了，真的你身体动有热产生的量。对，然后还下雨哦，对，重点是还下雨，就是整个很崩溃。其实下雨不会很冷啊，反而有那个水把那个温度给均衡掉，这样。那你们那时候谁教李龙文老师教的吧？汪明辉老师。哦，汪明辉。哦，再早可能是李龙文。哦，我们同学都很喜欢汪明辉老师。年纪不大。男子组希望10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第22场次男子组希望10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日月潭划算相对安全的。哦，相对安全吗？我们不能讲坏话。高雄科大跟那个台湾海大，他们都在海边滑。哦，真的假的？然后如果遇到你这种天气，还是上来比较好。哦，如果没有上来，就会出新闻的。哦，因为海边太冷，真的是很冷。对，因为他们海风更大，这样。对，然后那个流出去就划不回来。所以不同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嗯，对。所以从小的这些人就让他很会滑，那以后都不怕，没关系的。对，也不要说从小不给他滑，长大滑了就很害怕。对。会有希望说练习这个轻体运动的选手，他有需要会游泳，还是他加减早晚都要会游泳。有一些人就是不会游泳啊，像我对啊，就就加减早晚就会啊。会很常遇到翻船的状况吗？也不太会。哦。像那个台湾海大就基隆的那个海湾海大，他把那个滑到那个基隆屿当做他们的特色活动，毕业特色活动。那这样滑过去要滑多久？你看时间了。那就是他学校看得到的地方。哦，那应该还好。有人吊板。哦。中间的。是。然后其实这个的。哇。它其实有很多像绿岛还是什么东北角的一些国小，还是北海岸的一些国小，他也把这些水上活动当做他毕业的活动。哦，是。有的是去潜水，有的是划独木舟，有的是划，这个还不错。我们刚刚前面还讲说会不会有翻船状况，然后老师就还说你不要这样讲，就刚讲完直接有一个。我在这种场合都不讲的，因为平常没有，然后讲的就会有。真的完全就是所以我都不讲。所以我把它提醒你不要问。好，抱歉。结果已经发生了，直接马上就有航道确认。第2航道不小心触犯了这个轻体界的这个不要说嘛。好，就跟那个什么完全比赛你也不能讲，对，讲就没了。我有穿救生衣的话，应该是都还好啦。对啊，所以我们就国小就是你就是穿啦。因为这样我们救也比较好救。因为一般这也是台湾的情况，一般单项比赛的办比赛费用没那么多啦。然后这就是水上运动项目，你没有救生艇又讲不过去，但是救生艇又不可能多。可能就只有1-2艘是吗？1-2艘、2-3艘，所以就穿身上，至少我们知道你在那边是安全的。至少你会飘在那边。要不然你讲说这个湖这么大，也不太好用。好，在 SUP 的比赛进行完之后，紧接着要进行的是女子 C1 200公尺的准决赛。今天应该蛮顺利的。
老师，你讲这个会不会太早立 flag？ 已经破戒了，现在已经放弃了，是不是？那不是你已经打破了，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哦，懂你的意思。好像也是慢了5分钟，还好啦，还可以接受的一个5分钟可以的。像我们讲这个女子希望的项目啊，那个越南10几年前就毛起来练了。为什么？好那个哦，越南哦，是因为他们那边的场地合适吗？没有，那他们可能引进的教练啊，可能有评估哦，因为你要练 K 的练不赢，还不如练新的哦。后来他的那个女生希望都在前面，了解，也在我们前面，发展的比较早，这样。我们想说我们应该不会输越南，但是就输了。对，刚刚也是想说越南好像并不是一个体育很强的国家，所以他有些要选呢。哦。结果我们的赖冠杰选到最硬的，那希望真的蛮硬的啦。明年又有亚运了，应该近期也是，近期也是有在进行这个选手的选拔，就是为了明年的亚运来去做选手的培训。这样有啊，一直啊，像今天也有啊。所以我们那个亚青的选手是在3月多选的吧？是。然后我们现在要选那个7、8月世青的跟世界锦标赛的。你不能3月就把这些选光啊！选光等一下哇塞，我就被骂了。然后选光我不练了，那出国一次都10几万在花了。对，等一下又说没有为国家把关，还是要依照选手的境况这样子。刚刚看到的是第3水道的小朋友黄敬明刚完赛。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还是什么？也没有，他可能应该是练得没那么熟悉了啊。因为你站起来重心又比较高啊，所以就会一直在那边抖，会怕。你跪着，他重心低他就不会这样啊。但是这是看传的啦。你说你这个讲法再讲到这个 K1 就不准是，因为 K1 传型不一样啊。是。虽然他坐的重心低，但是你上去做看看，每个人都喊1、2、3、4、5，我还没到5、3就翻了。好，那进行到的是200公尺C1 女子组的准决赛。第2水道是南港高中的江嘉茹，第3水道是大溪高中的简其云，第4水道是亚运培训队的江欣彤，第5水道是南港高中的尤亮茹，第6水道是世航科技张巧荣。好，全部船只向前，第3航道档，2、3、4、5向前。好，第2道、第4道档，第3道向前一点，第2道向前一点，第4道向后，第6道档，第5道向前一点，第3道向后，第6道向前，第6道向前，第3道向后，第4道向前。体感上发现那个明年就又有亚运了，然后之后想才发现是因为2022那个延了2年。对，这样是不是有造成协会这边在选手的培训跟一些选拔有时程上有被打乱这样子？你不会了，就你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把原来好的选手往练强一点啊，不然你怎么比？就是选手打不到那个成绩，有可能白搭。延期的这段时间，有一些新的很强的选手有突然冒出头来，这样，还是比较少。那个有时候练太久的选手没有动机。是。
好的，那准决赛的第一组开始。这个前4名可以进决赛，所以我们台湾女选手的习惯的成绩是有进步了，但是跟我刚刚讲说越南早就10几年前就练比你强了，还是有一点点差距这样。我们都还没有讲到中国，中国这个项目双人是奥运冠军哦，最强的，女生双人是奥运冠军的。总共是5位的选手取前4名晋级到接下来的决赛。5取4，那个难度应该稍微会低一点。他们还是重点是那个决赛了。还是要稍微保留一点体力，因为决赛也是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来进行。最后前4名选手陆续通过终点，分别是2、3、4、5道的选手。江嘉如、简其云、江欣彤以及尤亮如进到了接下来的决赛。在女子 C1 200公尺的决赛结束之后，接下来要进到1000公尺的比赛，是男子 K1 1000公尺的赛事。大会报告第22场是男子组 C1 1000第一水道是南港高中的黄家耀，第2水道是大溪高中的陈徐佳，第3水道是新大附农的林瑶娟，第4水道是南港高中的曾瑞腾，第5水道是亚运培训队彭玉胜，以及第6水道亚运培训队的廖志纯。第23场次女子组 K1 5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那这个是直接进入到决赛的部分了，所以前3名就是最后成绩的前3名，这样没有再有什么预赛以及准决赛。但这样其实蛮累的啊，真的吗？因为他这样已经除了如果你没有滑准决赛的时候，你就滑2趟哦，滑准赛你就滑3趟。变成一次定胜负这样，然后这1天就很累。那他有些选手还有兼 K2 哦，双人的。双人这个项目，我们还在努力中啦，还在努力中。那个我们双人的 K2 在亚锦赛是第5名。哦，那也还不错啊，第5名。那不错，就是第5名啊。如果你拿个第3名就不一样，确实，他跟第4名差好像你1、2秒，但是0.1秒好短哦，但是他就是差，所以看我们那个长官看要不要给我们去比赛，选手其实也很认真的啦，是，因为差0.1、2秒，他应该也很怄这样，对，不是只有他怄的一堆，大家都很怄。要不然就输多一点哦。这个有时候很难讲，但选手都蛮努力的，没有人想要输啊。这个1000公尺的起点是不是跟前面的200跟500都不太一样？不一样，1000就是最底的所以活水湖就1000公尺啊。所以它就是从头滑到底这样。它就1000多一点点，然后后面刚好当缓冲，不然你滑过去就会撞，会直接撞。所以你看它起点就直接在岸上岸边。所以是讲实际，它其实也没有很好啦，因为你那个滑的浪很快就打到岸边，再弹回来。是。那如果是真的比较标准大一点的湖，那个浪出去是弹不回来的。是，就是还要再有长一点的缓冲的位置这样。浪弹回来，你就不好滑了。总共6位选手在决赛的部分要来比赛。
这个第1名应该会去世青啊。哦，世青今年在哪里？好像在葡萄牙。在葡萄牙。哦，所以有些选手就觉得可以拼看看，想要争取一下。然后有些选手是我去到不想去，那也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对体育比较重视啦，就会比较多，相对比较多在培训跟那个青少年的阶段。是，那青少年你要自己努力啦，你要努力像那个长大像赖冠杰一样，他有黄金计划，1年1000多万在支持的，所以他是一个 team。所以他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他的团队都是。他有个 team， 他有教练呐，还看他要怎么用啊。而且出门是可以坐商务舱的。是这样子。这个黄金计划确实是蛮厉害的，那个蛮有吸引的那个不是引诱啊，就是激励的效果。因为进到黄金计划前2集的蜻蜓有2个，一个是猪排。张竹涵是那个激流然后跟赖冠杰，因为这2个都亚运金牌，所以他们培训的时候是坐飞机是可以商务舱。这个黄金计划也确实让台湾的这个体育成绩算是有蛮明显的提升吧？应该是蛮多的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讲你1000多万，然后剩下基层的也没有一个人多对啦，确实，那个整个落差就越来越大，这样子。这有时候放在那里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只能跟那个青少年讲说，认真的跟学长努力一点，你就会跟他一样，就差那几秒了，不要放。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激励效果。然后那个青少年的比赛，我们也是尽量争取经费啊。但是你们要认真出去比。不要像之前一样都一场拜拜一场拜拜，你们又不用写报告，我们要写，对，交代不过去。我们上看到是第4水道南港高中的曾瑞腾，彭玉生在哪？好，准备要游一半了，这里准备进行到500公尺的位置。目前还是第4水道曾瑞腾在第1名。第2个应该是彭玉生，彭玉生在第2名，第5水道没错。3、4名蛮接近的。我目前还是曾瑞腾在第1名的位置。就第1名可以去葡萄牙，第1名好像是去世锦赛，好像在米兰。米兰也是欧洲，也是可以顺便观光这样。没有，我们是去比赛。是。比完再说，有时间再去这样。不能这样，那也要有本事啊！你自己要先滑赢人家才有办法去啊。而且你看，你知道也不太好滑。出国比赛也算是每个运动的选手的梦想啦，就是能够代表台湾出国比赛这样。我们现在是有些人好一点的，可以滑久一点。滑久一点，意思就可以进入那个决赛 A、决赛 B。那拿牌不太容易了。但有进决赛那个感觉又有更不一样的成就，你不是只是去一轮游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算是世界杯有拿过金牌的，很难跟人家讲说我们是弱国，都是赖冠杰害的。这个 K1 的这个动作感是不是身体协调性要很好？核心它的协调性核心，然后跟它的水感它抓水要抓得很有效率啊，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是不是？还是？对，其实还好啦，但就是抓得到水，船会抖。
哦，你看200公尺就不管你了，200公尺就毛起来滑。不过看到在最后哇，第5水道的亚运培训队的彭玉胜，在最后的不到10公尺，直接来个最后的大逆转。他把那个陈瑞成也赢过去了。对，在最后完成了一个逆转胜。那这样他2个都他去，是这样子，太贪心了。对嘛，你不要这样给学长去。对啊，一起去没？在比赛大概90%都是由郑瑞腾取得领先的状况，在最后50公尺左右，彭玉胜突然迎面赶上哦。看一下这边整个速度感就是很明显的提升，因为他的那个，你看他的那个 size 还是大一点啊，是大一点。如果有力量有练的话，他可能留在最后抓，是可以抓。是，我看2位选手，那曾瑞腾他就是没有 size 没那么大。好，恭喜亚运培训队的彭玉胜选手拿下了这一次 K1 1000公尺的第1名。那曾瑞腾稍微可惜了一点，原本都是取得领先的状况，那最后是第2名。我也算是一个希望他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画面上看到3位选手分别就是曾瑞腾、彭玉胜以及廖志纯，3位应该都是彼此都算是熟识了，就是他亚培队就一起练了。是。对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好，刚进行的是 K1 1000公尺比赛，紧接下来进行到的是 C1 1000公尺的赛事，也是来到了决赛的部分。6位的选手，第1水道是台南海事的吴佑杰，第2水道是南投蜻蜓的曾玉祥，第3水道是台南海事的叶义宏，第4水道是南港高中的许晴鹤。第5水道是玉成高中的赖博瑞，第6水道是玉成高中的黄冠伦。这是在 C1 项目，所以这个第1名也可以去世青。是。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地方，米兰啊、葡萄牙，还有巴达雅，对，匈牙利一个 Szeged 的，还有一个波兰的波兹兰，他们的场地都很好。这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欧洲这样子。那场地就几十年前就很好了，然后每年就轮流办个1次世界杯，那个设备都有更新，都是然后什么志工啊，什么比赛系统，然后租船的人什么都 OK，饭店也都够，都随便就办比赛，跟办那个什么小蛋糕一样啊。对，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办过很多次了。倒是美国比较少这种场地吗？美国他比较自己玩的。真的。美国玩竞速的也是算俱乐部在玩的。所以他偶尔出一个什么，不出事的青少年，但是不会整个每个项目都很多。了解。所以美国跟欧洲他们的整个风气也不太一样，这样。那如果你去欧洲看过一次世界锦标赛，你就知道，那个真的跟看足球一样，真的吗？看台都满了。哇！在台湾怎么看得到？这样很刺激，他们不看。台湾这个比赛就是自己选手家长看了。真的不知道现在场边有没有个200个人？没有，那个有把布来就知道了，那就有500个人。不然那个老板会觉得没有赚。但是那个欧洲的世锦赛，在整个看台都是满的。风气很不一样啊，台湾可能这边还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兴盛这样。所以那你的场地真的还不错。而且不是那个固定设施的，他就要办大比赛就搭那个临时看台就好了。这样比较省钱了。确实，不然你那个要清理要清洁就麻烦了。对。老师，你有去过哪里？去过蛮多个啊。很多。我之前那个比较少人的时候，我还要带他们出去比赛。现在就是比较偏向管理的。没有，现在那个要给教练去啊。我们那时候是钱很少啊，只有1-2个选手的名额。我们就去帮教练当个管理。了解。因为要翻译干嘛都处开式的。现在就是现在因为我刚刚讲那个
黄金计划也好，还潜优计划也好，他钱是多一点啊，多一点要给教练去培养他。而且说这样还会带什么防护员啊，或什么。哦，现在有要求，所以所以国家的对运动员好一点，比好很多，所以再加个防护员。对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不要去，他们看了会讨厌。没有，我们没站位，进不去都，我们去都那个没去都每次去都很多事。哦，真的哦。我们去还要捍卫那个奥会模式哦，对哦，也是蛮辛苦的这个部分。别人去都没事，我去都有事啊，真的吗？之前有发生过什么经历？我们去中国比赛，中国就把我们旗子摆在旗后面啊。那怎么办？你不可能去跟人家吵架吧？我去吵架，真的假的？我说我们不要入场，你跟你们领导讲，我们不要入场。最后怎么办？他第一次想要糊弄我，第二次看我真的很坚决不要进入场。我已经把我们举旗手叫出来了然后他们说好，他去通报，再去才去，不然他们装死哦。最后有妥协吗？最后他说好，你们换去那边。还好他给我换了，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如果我们最后真的没有入场，其实也不好交代的。还好了，我的意思说，他如果还把我带去哪里这样子，懂。那更麻烦。确实，那就更麻烦了。我就要那个为国捐躯。没有这个，有时候运动就是搞到这个很难，体育归体育这样。我也不知道，选手差一点比较好。选手差一点，他真的会升国际歌你让他升国际歌就是一个宣传，不然人家要怎样啊？有本事你唱我歌，不可能我们就只有这2种歌嘛。对啊。他就真的升了，所以赖匡杰的我有听到了他在亚运的时候真的就升国旗歌，会很感动吧？那一定的然后去到那个巴黎的时候就觉得真是我们是一个弱国。因为我有去，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叫我们叫180的那个陈伟涵，两个整个看台就2个台湾人，只有你们2个的。你看这样怎么会强呢？我们这参赛队伍的教练、领队及学生来使用请各队如果有空档可以到大帐篷这边来，我们有准备清凉的绿豆汤能够提供给大家。另外再一次提醒在岸边的学生，这一次比赛蛮贴心的，有准备绿豆汤，因为我们选手他们家开的。是这样子啊。你们便当是不是叫他们的？我不知道是鸡腿便当吗？可能是。好像是鸡腿便当。因为他就自己开个在这边开个那个自助餐，他最近是在做粽子粽子也很好吃最近端午节到了，冰箱里面都堆满了粽子。应该比完了，现在还堆麻烦。没有，我们家现在还堆了很多，因为阿嬷都会包很多，阿嬷吃到圣诞节。有一种叫做阿嬷的爱，对阿嬷的爱，吃到圣诞节不好了，那冰太久会坏掉了。开玩笑的。因为我一次不知道去哪里买粽子，放在冷冻库很里面。那个不知道然后后来把它拿出来吃，去年包的就一直拉肚子。搞不好是他去年包的，应该没回来。而且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去年包来今年包，因为都长一样。那他表示他的手艺是固定的我们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团购还干嘛买个10颗，吃了2-3颗，后来就没有拿出来，就一直冰着。等一下有2双人的。是。因为今天还没有很热啦。我们以前来这边比赛的时候，那个有的热到太夸张了。他那2桶那个，然后带2桶那个，很多，有时候是绿豆沙，有时候是什么仙草，什么都那料都是很多的，有时候中午就没了，因为那真的太热了。那现在绿豆汤算是有点滞销，因为到现在还有。因为今天没有很热啊。今天事实上是闷热，但是没有很热。对，没有大太阳这样。那个大太阳真的很可怕。所以这也算是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转型。
所以他在台东开。他台东选手。哦。他以前也很厉害。以前很厉害，现在退休了是不是？稍后要进行的是男子1000公尺 C1 的决赛，检录的部分稍微花了一点时间。那今天是第一天的赛程，在明天的赛事是预计在早上8点钟开始，然后一路比到下午的5点多。对，那后天也是从早上8点开始。因为我们有一些组别，他说报到30几个人，所以我们要先计时取12个出来。先比预赛这样。哎，计时赛啊，取12个出来，不然就真的比不完。老师，你去年去奥运的时候，有没有去看一些其他项目的比赛？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哎呀，有够多人的，那个很可怕。真的假的？那个球场很多洞，好吗？很多洞，那18洞，很多，这叫很多洞啊。然后每个洞都有一些那个看台啊，他看起来每个都，然后有些在走路啊，都是人的，超满的，是不是？对，超满的。老师，因为你平常有在打高尔夫？没有，我都看不到球。那个球飞出去，看个寂寞。不是这球飞出去我都看不到，到底在哪里？因为眼睛那个视力不好，我那个去感受一下，哇，那是好多人，很大，是不是？很大，对，很大，大到不行。而且他们真的规划的蛮好的。哦，真的哦。你开车没办法，你如果自己开车完全不会到啊。哦，现在是一定要坐他接驳车，是不是？哎，哦，好酷哦。接驳车还蛮好坐的，实在是很好的，蛮方便的。因为Google半天没有停车场，要死哦！还要车子丢了，因为我只有租一台车啊。原本你想要自己租车？我有租一台车，因为我要去看戴冠杰练习。因为戴冠杰练习的时候，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没办法去啊。所以最后没有去吗？我有去啊，我租车，我一下飞机就租车去看。那边没有接驳车这样？因为他先移地训练嘛，因为比赛场地先比划船啊。划船的时候他还是要练啊。了解。他现在其他地方，他现在巴黎的西边练。我了解。所以我下飞机我要直接去看他，表示我有去看他。然后后来一看，高尔夫球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所以最后就坐车好了。而且他们后来比竞速的那个场地，开车也开不了。真的？你要开坐接驳车去？你要开到他们，火车站的。这样其实也蛮合理的，因为如果大家都开车太乱了，对，坐接驳车比较。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蛮厉害的，台湾应该不行。他感觉就是会很多人想要开，因为它会比较小。我看那个他们附近的居民也没有专门钻漏洞，就是还是乖乖坐接驳车这样。开始，好，比赛开始。好，可能一开始看到的是第3水道跟第4水道叶一宏跟许晴赫那1、2名的位置。南北大战。哦，没错，台南海事的跟南港高中的，他们就新仇旧恨啊，哦，真的吗？全中遇不知道遇几次哦，然后国手选拔也要遇到，就很讨厌这样。这样对彼此也是会非常的熟悉了。说很讨厌是我啦，他们应该没有那么讨厌。那1000公尺就看你们怎么发挥啦，还是像刚才那个被彭玉胜追上来，因为这个战术，他们战术真的太多了。是。而且1000公尺变数真的很大，现在都看不出来。对，就是可能要到最后200才知道到底谁会鹿死谁手。大会报告，如果有民众捡到一串钥匙的话，请协助送到大会帐篷。重复报告，如果有人捡到一串钥匙，麻烦把捡到的钥匙送到大会的帐篷，感谢您。怎么跑到这来？怎么跑到这来？目前时间大概进行到了1分半钟，100秒钟左右的时间。第3水道台南海事的叶一宏目前在第1名的位置。好，准备已经要来到500公尺的位置。500其实还是很远呢。是叶一宏还在第1名，他领先的蛮多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许晴赫目前还是在第2，刚刚在前面的 K1 的1000公尺也是领先非常多，就最后有逆转的状况。目前来到500公尺，目前还是第1名，还是这个叶一宏。到了600多、700都还是他持续在第1名的位置，然后许晴赫在第2名。时间来到了3分钟。刚刚在前面的比赛有遇到一点下雨，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雨势也稍微暂缓了，就是一阵一阵的。但是第3水道的台南海事叶一宏目前在第1名的位置，看能不能坚持住。跟第2名的许晴赫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目前还是叶一宏在第1名，来自台南海事。台南也是今年举办全中运跟全大运的县市，算是非常的热闹。时间来到4分30秒，准备要进入到尾声了。好，恭喜来自台南海事的叶一宏拿下了第1名。
男子 C1 的1000公尺第1名，那第2名是第4水道的许晴赫。就通过终点的时间大概是4分50秒钟左右。最后第3名是第5水道来自玉成高中的赖博瑞。画面上看到就是这一次 C1 1000公尺男子组第1名的叶义宏。最后通过终点也算是振臂高挥了一下，赢得蛮漂亮的啦。算是领先到尾这样。他这次他也是应该是，礼拜1、礼拜2也是要去那个泰国比亚青的。那时候亚青选上是稀土双人的，所以这次他可以去试青，看看他单人的能力可以跟那个全世界其他的同年纪的差多少？对，大概在什么样子的位置这样？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去国外，人家都觉得你小学生来干嘛？因为我们那个脸长起来真的是比较稚嫩，比较稚嫩。好，刚看到的是男子 C1 1000公尺决赛，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女子 K1 500公尺的决赛。出发时间1分钟，选手对齐出发线。好，比赛准备要开始了，在女子500公尺 K1 的决赛。第1水道是新大附能的郭成珍，第2水道是南港高中的庄雅文，第3水道是南港高中的周汝娟，第4水道是南港高中的严修化，第5水道是南港高中刘慧琪，第6水道是大溪高中陈琦。所以在这一组6位的选手里面有4位是南港高中的。只有1位是今年毕业生庄雅文。对，其他可能都是高2的，其他都是教练。都是教练。他们那个头衔很厉害。了解。那个全国运动会双人500公尺不知道几连霸。那么厉害。那个周汝娟跟刘慧琪。女生选手要坚持不太容易。怎么说？那个水晒太阳，水又不是很干净。确实。所以而且有些人练得壮壮的不好看。对。有很多的那个。有一些女生会在意这个身形的部分呢。3、4打，6打，1打。2打，好，第3航道上前一点，第航道上前，好，第4航道上前，第5航道上前。女子 K1 500公尺决赛，然后在稍早已经进行了他们的这个预赛跟准决赛，所以这个也许已经是他们今天的第3场了。1、2、3向前。第5道向后一点，第4道向前一点，好，停。第6道向前，第4、第5向前，第2道向后，第5道向前，第3道向前，第4向后，好，停。第3道向前，第5道向后，第4道向后。现在在调整这个出发的位置。4、5不要动，传速。4、5向前一点。女子 K1 500公尺比完之后，就要进行到男子 K2 的比赛，是今天应该是唯一一个是双人的比赛。好，第3道向后，第5道向后，第1、2向后，好，第3道向前，3、4、5、6向前，
2向前，好，第3题，第4题，第5题，好，第3向前，第6向前，第3向前，第4向前，好，打，第5向前一点，好，3、4向后一点，1、2、3、4向后，好，挡水，1道向前，第3道向前。第2道向前，第3道向前，好，挡好，第5向后，还在调整这个出发的位置。第2道向前，需要每一个人的起跑的点的位置都差不多。第4道向后，好，第6道向前，第2道向后，第2道向后，好，挡好，随停，3、Go。好的，比赛来开始了，女子 K1 500公尺的决赛。报告，参加第25。好，我们上看到第6水道大溪高中神奇目前第1名，不过距2、3、4都距非常的接近。请进数字检录处检录。目前还是比较难看出来谁是取得领先哦。在这一组里面，6位的选手有4位都是代表南港高中的。会上看到来自第3水道代表南港高中的周汝娟，在领先的位置，第4水道南港高中的严修化，距离也不远。要追上，看有没有机会。是，第5水道也是南港高中的刘慧琪，在第3名。时间过了差不多1分30秒钟左右，大概是差不多还有30秒。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看一下最后的加速的阶段，名次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1、2名还距离非常的接近，都是代表南港高中的选手。我看到的是第4水道严修化超过了，目前来到第1名的位置。第3水道周汝娟速度稍微有点慢了下来，而且严修化是一去不回头，目前拉开了一点领先的差距，顺利的通过终点，拿下了女子 K1 500公尺的第1名。第2名是第3水道，第3名是第5水道，所以前3名都被南港给包办了。前4，对，前4都是。第1名是严修化，第2名是周汝娟，第3名是刘慧琪。你看他的秒数不知道多少。是。航道南港高中林庸国、林庸杰。大概就在最后的几公尺，最后第4水道的严修化逆转了过来，而且保持很好的速度，一路通过了终点。不过他的船看起来还是上下晃蛮大。是。因为上下也不能那么大。是不是因为那个水的阻力会增加吗？对。因为有时候滑到最后没什么力，所以你也没办法控制那个上下晃。但上下晃就是没有上下晃，没有前进啊，你还是要前进啊。是。看起来应该还好了吼，没有很累的感觉。好，紧接下来进行到的是男子 K2 500公尺决赛，这个就蛮好看的。是，双人的话，那个速度感又会再更快。决赛的部分，男子 K2 500公尺有6组的选手要来出赛。
出发时间1分钟，请所有船只对齐出发线。好，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水道是来自南投蜻蜓的林汉佑跟黄俊杰，第二水道是南港高中的林庸博以及林庸杰，第三水道是南港高中的简凯勋跟曾瑞腾，第四水道南投蜻蜓的陈鼎元跟彭玉胜，第五水道是南港高中的于正阳跟刘宇迪，第六水道是大溪高中的陈徐佳以及李佑仁。南港就有3艘了，是林庸博跟林庸杰感觉是兄弟吗？对，他兄弟，他是这几年就是我们国家双人的代表主力啊。哦，是，他也是那个就是上个月在中国南昌比亚锦赛第5名。哦，就是他们第5名，是输0.12秒而已。哦，就是他们，不然就把他赢下来。看看啦，那个选上再去那个世锦赛去拼一下。是。现在调整位置，有蛮多选手应该在稍早比赛都有看过他们的名字哦，像是曾瑞腾、彭玉胜，应该是陈徐佳这些在前面的比赛都有出赛过。像那个南投的陈鼎元，他本来是教练。哦，是啊，他是下来比赛，下海带着彭玉胜刚刚冠军嘛。嗯，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选拔有时候不太公平，因为那个太近了，他不知道有没有休息够。对。哎呀，要拼这场，然后下一场要不要保留什么？这个学问也蛮多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办很多天。办多一天，那个成本又要再增加不少钱，这样。体育署给我们钱，我们都是照这个照制度在办事情，是，多一天看起来是合理的。之后要升级运动，升格变运动部了，看会不会钱会比较多一点。这个选手的比赛品质要变好。嗯，是。转播多一天也很贵啊，是这样子吗？转播多一天也是很多钱的。是。好了，比赛开始。这个真的，我今天目前看不出来啊，无法。唯一一个双人的比赛，男子 K 图500公尺，大家都很快。看到是第6水道大溪高中陈徐佳跟李佑仁。那个2、3支看起来差不多，都非常的接近。这个角度比较难看出来谁是领先啊。我们肉眼不好，只能说距离都非常的接近。哦，看起来是，真的是看不出来。6好像蛮有机会的哦。第6水道大溪高中，晚上看到的是第2水道来自南港高中的林家兄弟林庸博跟林庸杰，目前在第1名。他们应该是搭配的，对了，他们搭配默契什么都很好。第3水道的简凯勋、曾瑞腾在第2，他们好像放掉了。哦，就林家兄弟一直开。是。你可以应该看起来是真的比较齐啦，那个兄弟什么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破水破的比较一致，这个也是蛮讲求默契的这样。好，顺利通过了终点公司第2水道，林家兄弟来代表南港高中的林庸博跟林庸杰拿下了第1名，第2名是第3水道的，也是南港高中的曾凯勋。还有曾瑞腾，第3名是第6水道大溪高中陈徐佳跟李佑仁。大溪高中他们才高2哦，非常年轻，所以还要再吃多一点肉。很齐吧？是，在国内算很齐，在国外也算很齐。他们在跟国外选手比较，就是力量输人家。是。所以也算是非常大有可为的一组搭档，毕竟算是兄弟嘛，默契会比较好，也是正常的。我们世壮运时候来了好几组那个外国选手，40几岁的都比他们快。他们可能是那个，就是可能是之前那个什么，匈牙利还是那个
德国还哪里的，可能之前也都是国家队的啊，因为40几岁就到处去玩耍，但他们维持得很好。台湾其实在今年世壮运有很多退役的国手来报名比赛，对啊，所以世壮运的效益，那个应该长官们应该都看出来了。是，应该以后多办这种的比较实际。对，因为这种是花得起的，而且对运动产业也是帮助很大，因为这是比过赛，然后花得起，然后有出过社会，他要买船啊、买奖啊，一定会花下去嘛。是。哦，这个很累，应该是第3水道的南高中的选手，金凯勋他们嘛。对，金凯勋跟曾瑞腾。好，在男子 K2 的500公尺决赛结束之后，才是要来进行到男子4用500公尺的决赛。这场也很重要，这场是那个亚运培训队的资格。没有错，这一组只有1个名额，算是非常多厉害的选手。26场次少年男组编号第25场次的男子4用500公尺，总共有5位的选手。第26场次少年男子组，其中有4位都是亚运培训队的，来争夺这个国际赛的名额啊。第5航道亚运培训队陈东，第6航道亚运培训。第2水道是亚运培训队的翁强森，第3水道是智航科技的李晴正，第4水道亚运培训队的李时珍，第5水道是亚运培训队的陈宗，第6水道是宋典阳，也是亚运培训队的选手。对，这次比完亚运培训队会少很多人。哇，这样互相残杀哎！没办法，因为就是国家制度啊，3倍、2倍、1倍。是。他这一组为什么有亚运培训队？因为有赖冠，是因为赖冠杰啊，是。对。这组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哦。好，第5航道打，第6航道打，2、3、4向前。好，5、6向前一点，5、6向前一点。好，停。2、3、4向前，第6道向后一点。好，2、3、4档，第2道向前一点，第3道向后。好，停。第4道向前一点，5、6向后一点。好，停。第6道向后，第2道向前。好，停。第3道向前。好，停。第5道向前。第6道向后，第6道向后。在进行最后的调整，总共是5位的选手，有4位代表亚运培训队，还有1位是智航科技的选手。第1道向后，好，第2道向后，好，挡第3道向后，第3道向后，第5道向前，第6道向前。好的，比赛开始。男子4用500公尺的决赛。我们看到第4水道的李时珍，以及第5水道的陈宗，应该是在领先的前2名。第2水道翁强森也蛮前面的，前几名距离非常的接近。
画面上看到第5水道陈宗在第1名的位置。他今年刚好应该是算23岁了哦，所以他23岁就可以比23岁那一组的最后一年了。我还没有到最后的终点，还很难讲，感觉距离都还是非常的接近。第5水道的亚运培训队陈宗目前还是在第1名，最后顺利的通过终点。第6水道的宋典阳第2水道的翁祥生第3名。这个肌肉就非常的大块哦，因为他在这个年龄层算他的肌肉算就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前几个礼拜去波兰比世界杯，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心得。那虽然在台湾看起来好像蛮大，看可能国外的就更大只，更大，因为这个膝弯比较纯粹，比较绝对力量。那如果你有看到赖冠杰的那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结实。真的看到这会跟他们有不一样的成绩，他就真的更结实。但是这个项目要花时间练的。但是有时候台湾就是，如果你没有进培训队，这个你可能经济来源就有问题啊。是，进培训队才有比较好的资源来去做训练，这样。不然你要去打工再来练，那个毅力累都累死。对啊，他高度也够啊，身材很好这样。但是看他可以练到哪个程度了，这个要自己去努力。哎呦，那很热了。这个是落水，然后他之前落水过去。然后后面上看到第3水道的智昂科技的李晴正，在前面稍早他的比赛又落水过一次，稍微也有点累了。如果比赛完才落水也没差，再去泡个水。但是有时候就不建议了，赶快上来，因为有时候那个你会影响那个救生人员的判断。是。哇，没力。对，可能真的累了。而且他很厉害耶，他上来也很快。我跟你说他很厉害，是因为他跟其他3、4个亚运培训队的一起比，就是要称赞他这个上来的速度，这样。对，因为他那个4个亚运培训队他是科班练习的，他这个比较像是素人。最后还是顺利的靠岸了。27场次少年女子组SUP 2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然后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刚刚的男子C100公尺的决赛，恭喜陈宗拿下了第1名。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少年男子P1 200公尺的决赛。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组是女生C1 200的。就是跟国手有关的，其他都是小朋友的。好，那男子P1 200公尺决赛，第1水道是水里国小的梁浩君，第2水道新民国小的曾子君，第3水道是永和国小黄祥明，第4水道土城蜻蜓的黄子豪，第5水道海东国小的吴宇辰，以及第6水道代表新义国小的何乐。对啊，这些名字不知道10年后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是很厉害。很厉害，对。像黄子豪刚刚在前面的比赛就是算是一马当先呐。
那表定要来举行这个少年男子 P1 200公尺的时间是3点半，所以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如果你退着休息，我上一发。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参加第27场次少年女子组200公尺决赛的选手开始检录。27场次少年女子组200公尺决赛的选手开始检录。大会报告，选手请不要在水里泡水，请选手们配合规定，不要在水里面泡水一点。
欢迎回到114年全国轻艇竞速锦标赛。紧接着要进行的赛事是少年男子组 Polo One 200公尺的决赛。在这个项目总共是6位的小朋友来比赛。第1水道是水里国小梁浩君，第2水道是新民国小曾子君，第3水道是永和国小的黄湘明，第4水道是土城蜻蜓黄子豪，第5水道是海东国小的吴宇辰，预计6水道来自信义国小的何乐。第6道向前。比赛准备要来开始哦。第3道向前，第1道好挡。在这个 P1 这个部分，就是几乎都是有小朋友的比赛。那在 P1 200公尺结束之后，就是 SUP 的200公尺少年女子跟少年男子的决赛。第2、第3向后。都是200公尺的赛事。第2道向后，好，第1道停。第1道向前，第2道向后，第4道向后。好，现在在调整这个出发的位置。第3道向后一点，第2道向后。前面赛评老师有提到这个 Polo 的部分，这个它的这个艇比较小，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入门也是比较容易。在做于这个推广阶段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啊。好，第5道向前，好，准备，人体，走 ，Go！ 好的，比赛开始。6位的小朋友来争夺这个第1名的位置。看起来是第4水道黄子豪目前在领先，总共只有200公尺而已，所以比赛应该不会太久。不过对于这个少年男子组的部分，毕竟小朋友可能都是在国小，对于他们的这个体力来说，比200公尺应该就非常的疲惫了。因为他要全力冲的。对。看起来还蛮明显的哦。目前是第4水道，黄子豪在第1名。来自土城的黄子豪。报告。第2名是第3水道黄湘明。少年男子组 SUP 200公尺。在前面的预赛就看到黄子豪的，他是领先非常的多了。少年男子组 SUP 2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准备要通过了终点，恭喜来自土城蜻蜓的黄子豪拿下了第1名。然后他们这个过终点才要举他们的那个号码牌，对不对？看不到。我不过3、4、5、6名倒是非常几乎是接近同时通过终点。你看他们如果穿黑色救生衣，然后船就黑了，其实你也真的分不太出来。对。那过终点在哪应该就没有影响他们的那个，应该还好。对，只是可能很喘很喘的时候把它举起来。他可以不用那么早拿。哦。因为我们终点计时其实是看得到，有时候你只有也是有这样的影像。就是保险起见还是举起来一下这样。因为他要 double check 啊。这个赢蛮多的，不知道偷练多久，来问一下他们教练。我们要为国举才，但是小时候不要练太多。哦，为什么？练太多会疲劳啊。哦。现场好像开始下雨了。刚进行的是男子 P1 200公尺的决赛，那紧接着要进行的是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决赛。
希望这个雨势不要影响到这个赛事的进行。在这1-2个礼拜，台湾都是算是有下雨的状况。老师，你是从台北来的吗？对，台北这几天有下雨。昨天、前天都蛮多的，今天没有。哦，我来说没有了。想说哇，那个下这种雨，不要坐飞机比较好的。也差不多进入这个梅雨季啦。也是要下一下了，不然太热了。对，在下雨这一阵子之前，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热到不行。我们以前全国锦标赛在台东，大概都是7月初了。哦，那为什么今年比较早举行？因为要选拔。哦，是因为有选拔的关系，所以今年比较早举行这样。因为而且那国际现在比赛都很坏。哦，了解。那个晚一天报名就罚钱，所以我们要先把它选出来。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办那么多比赛，确实，所以可能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小朋友或者一些国中、高中，他们有别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赛而改变，也要跟他们那个抱歉。但是有时候大家互相配合一下，确实，对，总是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运动的参加人口有变多，然后这样出来比赛，你比赢了也可以很骄傲说，我比赢了5个人，我比赢了台北、台东什么嘉义哪边我都有跟他们比到，都比过，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以前比国小组可能就只有桃园、新民跟中教大，哦，那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有了，都比较多了，都比较多，发展越来越好这样子。这也是一个好运动啦，你就划船、水域健康、环境什么都可以讨论到。对，然后污染也没有嘛。啊，对，没有造成污染。对啊，所以这是应该一个很多优点的运动。而且你说我如果体力那个什么肌力好的，我不要跟你玩，我可以打挺球。对，还可以去玩，可以玩激流。我可以去滑海洋，对，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运动是可以，对，不像某些项目就一个输就不用玩，没有其他发展空间这样。而且这个画面看起来还蛮开心的，是小朋友大家一起感觉就世界和平的感觉。有划船这个运动感觉就是蛮刺激的，因为假设像田径、跑步、跑久了，就是还是会稍显无聊这样。其实 SUP 还有很多玩法，举例来说，技术赛。技术赛是，他就放几个浮球啊，你要到那里转回来，到那里。就不是只有直线而已。对，它还蛮多种的。裁判控制时间控制的不错，是，就也没有要提前开始，没有啊，本来就要控制时间的，确实，因为选拔赛比较好处理，因为那个选手都很成熟，那有时候那个如果青少年的比赛，有时候可能初学者，可能有些他一场给你滑太久，那就比较麻烦。对，你又不能叫他不要滑，整个就会大delay这样，你只能鼓励让他快点滑。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比赛，稍后有6位的小朋友来参赛，那总共有5位都是来自百吉国小，1位是卑南国小的。就第一航道的是卑南国小王梦晴，那其他2、3、4、5、6全部都是百吉国小的小朋友。百吉练这么厉害哦！
第2航道是百吉国小王晨曦，第3道是百吉国小吴杰瑞，第4航道是百吉国小林品文，第5航道是百吉国小徐玉荣，第6航道是百吉国小的田宇轩。第29场是女一之组100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第28场是少年男子组 SUP 200公尺决赛选手永和国小黄祥明，请至检录处检录。因为其实他们这样也不错啊，他就百吉跟北南就当好朋友啊，就校外旅行还校外教学，就换地方玩。哦，对耶，这样也不错，异地训练这样。
好的，比赛感觉准备要开始了。网上看到的是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决赛。稍后要进行的是少年男子组的赛事，一样也是 SUP 的部分。现在在调整位置，这个活水湖可以说是还蛮大，因为刚刚看到蛮多人，有一些这边的可能这边附近的住户在这边跑步。这个地方感觉是一个非常适合运动的一个公园，而且这边环境其实也蛮好的蛮多树的。有的这个整片都是森林公园，有点那种逃离市区的感觉。不过有点吵啦，那个空军基地在隔壁是。它飞起训练的时候就会都飞机咻咻，但是那个 view 还不错。在那个台南棒球场看比赛的时候，也是会有那个时不时会有那个飞机很大声。今天没听到今天没听到，今天还没听到，所以今天没听到那个这边是飞幻象的样子。老师你有研究哦？他们之前那个这边教练讲的。在这一组6位的选手有5个人是代表百吉国小的。好，比赛开始。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决赛，我看到是第2航道王晨曦，目前是速度还蛮快的在第1名。跟的是第1航道的王梦晴。不过后面距离都非常的接近。我以为他们穿的那个号码衣是他们的那个航道，但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是1号。不是，是颜色让你识别航道，他们最后还是要拿牌出来。而且看起来是这位荧光色的小朋友是在第1名，看不出来是第几航道的。好，等他自己举。
最后是拿下了第1名。第5航道徐玉荣第1名。最后过终点的时间差不多是1分30秒钟左右。拿下了少年女子 SUP 200公尺的第1名，恭喜！现场这个雨势又突然下了下来，紧接着男子组的少年男子组的 SUP 200公尺也要马上紧接着来做进行。第1航道是永和国小黄湘明，第2航道是百吉国小赵家和，第3航道是土城蜻蜓黄子豪。第4航道是百吉国小田念祖，第5航道是百吉国小丘比特，第6航道是百吉国小的叶嘉佑。也是百吉国小，也是很多。对，也是占了4个。在前面的刚刚稍早举行的这个500公尺是，看到黄子豪领先非常的多。那看一下在 SUP 的部分，会不会继续有好的表现呢？在前面的Polo 的200公尺，黄子豪是以蛮大幅度的领先拿下了第1名。那看一下来到 SUP 的部分，他的倒刺蛮中间的，应该在前面倒刺中间就是他预赛的秒数比较好的。是。然后我们一般蜻蜓如果6水道的话，是以4是算最好。哦，4是最好的。对。第4航道是百吉国小的田念祖。好，比赛开始，进行的是少年男子 SUP 200公尺的决赛。看到的就是黄子豪跟田念祖2位小朋友，目前是在1、2名。田念祖目前是取得领先。2位目前是在1、2名，不过谁领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黄子豪又逆转了过来，但距离并不远。黄子豪在前几分钟才在少年男子 Polo 200公尺是拿下了第1名，来看一下能不能 SUP 的部分也称霸。遇到乱流船，板子有点歪了哦。所以第1名还是第1名，2、3名可能有交换哦。黄子豪还是在第1名的位置，田念祖速度稍微慢了下来。最后是顺利的通过终点，恭喜这个土城蜻蜓的黄子豪。不过2、3名几乎是同时。距离很接近，恭喜黄子豪拿下了第1名。
最后的第2名是百吉国小的丘比特，那第3名是百吉国小田念祖。以上是少年的 SUP 的比赛，那紧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 C1 200公尺的决赛。主播下一场是4点，休息一下。好，那我们下一场比赛预计是在下午4点钟左右来进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更精彩的比赛。
组轻艇200公尺 K1 的决赛，总共是6名的选手。第一航道是来自南港高中的尤亮如，第二航道是南港高中的江嘉汝，第三航道是亚运培训队的何义慈，第四航道是新大附农的金杰怡，第五航道是亚运培训队的江欣彤，第六航道是大溪高中的简其云。6位的选手要准备来进行这个 C1 200公尺的决赛。在刚刚稍早的基组赛事跟接下来的基组赛事都是少年组的赛事，所以这一组算是今天最后一组的成人组的赛事了。那在第3跟第5道都是代表亚运培训队的选手。也很有机会在明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看到这些选手的身影啊。可能要再快一点，要再快一点。这些选手在前面稍早的比赛已经有先来进行他们的比赛了，有一些是就是比200公尺的预赛，那才挺进到最后的决赛这样。现在在调整最后的出发的位置。好，比赛开始。女子 C1 200公尺的决赛。每个选手的他们自己的那个轻艇也是，但是各有特色，颜色都特别不一样，有粉红色的。学校买的就不能选择。对。公尺决赛的选手，请现在至检录处检录。可以看到是第4航道新大附农金杰怡，目前第1名，不过第2名的是亚运培训队的江欣彤，距离也非常的接近。也可以到这个2个很拼哦。是。旁边的何一慈可能有吃到浪。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是不是？他有被影响到。哦，现在金杰怡跑出来了。对，目前在第1名的位置，准备要通过终点，恭喜！代表新大附农金杰拿下第1名，第2名是第5航道江欣彤。3、4。老师是第3名是南港高中的江嘉汝。对，何义慈这边速度有吃到浪。速度稍微慢了点。最后是代表新大附农的金杰怡拿下了第1名。算是从一开始就领先，一路到了最后。画面上看到就是第4航道的金杰怡。好，紧接下来进行到的是少年女子 K1 200公尺的直接进行来决赛，只有2位的选手。都是新民国小的，一位是黄河体，一位是黄河新，2位感觉应该是姐妹吧，这个名字只有差1个字而已。但是这样比，那这个很怪。好了，大家会给他比的，因为这一场是那个 K1 的船型啊。是，但是那 K1 船型是5.2公尺以下。他这个感觉是 Polo 是吗？对，他用 Polo 船滑。
那这个会，不太对了。K1 的船型主要还有特征就是它那个船底下有个舵啦，那 Polo 船没有舵。确实，他怎么会被排到这一组来比赛？也没有啊，因为他们那个国小女生比较少人会滑 K1。哦。因为如果只报一个那个项目，如果一个人报名就不成赛了。啊，了解。我不知道他们到时候那个是看什么的情况，因为如果鼓励参赛就算了，不然这个两个船不一样，大家一看就很奇怪。对。现在进行的是少年女子 K1 200公尺的决赛，那紧接下来是少年男子的 K1 200公尺决赛。只有目前这一组只有2位的选手，那在下一组会有5位的选手。然后 K1 的选手大概会用那种桨叫做会有凹槽的，是有凹槽的。这个现在这个桨就是挺球的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啦，可能是少年组的关系，所以是不是可能都还没有那么的完整？少年组就还是鼓励为主啦。这是今天的倒数第3场的赛事，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你看这个 K1 船轻轻滑就出去了，但它也是很容易翻的。报告，第31场是少年男子组 K1 200公尺决赛，北湖国小叶志奇，请选手至检录处检录。第4航道黄河星第32场在领先的位置。女子组 P1 200公尺决赛选手南港高中张雨桐，也请至检录处检录。时间目前经过50秒，还是黄河星在第1名，不过其实距离是挺接近的。准备要过终点了，好，恭喜第4航道新民国小黄河星拿下了少年 K1 200公尺的第1名，那黄河提是第2名。我看完的时候，等下4点20。好，恭喜第4航道黄河星拿下了这个第1名。那紧接下来的下一场比赛表定是4点20分的少年男子 K1 200公尺的决赛，会有5位的选手来进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下一场赛事。
报告，参加第32场是少年民主 T1 200公尺决赛的选手，南港高中张雨桐。张雨桐，请至检录处检录。
国轻艇竞速锦标赛。那现在要进行的是今天的倒数第2个比赛，是少年的男子轻艇的200公尺 K1 的决赛。那总共有5位的选手要来进行。第2航道是水里国小的胡明耀，第3水道是土城轻艇的黄子豪，第4航道是新民国小的曾子君，第5航道是北湖国小的叶志奇，以及第6航道是水里国小的梁浩君。这几位选手应该已经都是算是老面孔了，今天在前面稍早的赛事都有登场，特别是看到的是黄子豪在前面的不管是 SUP 还是Polo 200公尺的比赛都是拿下了第1名。现在看起来好像少一少。这是有一个没有，第5航道好像是没有选手的样子。第5航道的选手是北湖国小叶志喜，可能是有什么状况，并没有来报道，所以最后总共是只有4名的选手，要来进行这个决赛。请进数字减入数减入。几位选手在前面的比赛都已经有出赛过了，所以这应该是他们今天的最后。那在明后天的赛事就没有少年组的赛事，都是以公开的以及青少年组还有青年组为主。明天早上8点会率先进行的是青少年男子 K1 1000公尺的计时赛。那这些项目报名的选手都非常的多，所以先进行了计时赛。那再进行预赛，然后再准决赛跟决赛，所以总共可能会滑到4趟，其实是还蛮多的。明天赛程预计是从早上8点钟准时开始，那一路到12点，然后下午1点再继续进行比赛，最后到下午的5点半左右。那礼拜日的赛事一样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了中午休息1个小时后，大概再比几个项目就会到下午的2点20分来结束。出发线，第4航道后退，第1航道后退，第6航道后退。那明天早上的赛事。大部分都是1000公尺的预赛跟计时赛，有青少年组、青年组跟公开男子组，都是1000公尺。好，那比赛即将要开始，少年男子组 K1 200公尺的决赛，我们看到是第3航道，又是黄子豪在第1名的位置，这样短1个小时拿了3金，对，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个速度是领先蛮多的，这个速度，对，感觉之后可能就是要报名青少年组了。对，但是有时候不用太快。晚上看到这是第3航道的代表土城轻艇的黄子豪，但是一马当先，在前面稍早的。少年男子 P1 跟少年男子 SUP 都是拿下了第1名，感觉准备没有意外的话，再拿下他的第3金了。这回去要请班上同学喝饮料，吃糖果就好了，小朋友不要花太多钱。3个金牌太厉害了，最后也是通过终点时间是大概59秒左右，还不错，领先其他选手有一段的距离。晚上看到的是第4航道的曾子君。曾子君是代表新民国小。
也通过了终点。好，紧接下来看到是第2航道的胡明耀，也要准备通过终点，代表是水里国小。还有第6航道的也是水里国小，梁浩君也通过了终点，4位选手都顺利的完赛。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黄子豪，整个速度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是领先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一路到了通过终点。要不知道几年级吼？对，搞不好可能他也小6了，就是要准备进入国中了。看起来已经知道去哪个学校了。哦，土城嘛，可他那个算的是土城高中的，他应该还没有国中吧，也还没高中。土城高中就有高中有国中啊。哦，了解，那感觉应该就是土城国中。像我念太久，那个土城就念了12年这样。啊、对，12年。从国小到高中的是土城这样。好，这样应该是这是最后一场吧？对，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少年女子的 P1 的200公尺决赛，有4位的选手，画面上看到3位。第2航道是新民国小的黄和欣，第3航道是海东国小王静雅，第4航道是新民国小的黄和提，以及第5航道南港高中的张雨桐。看起来他没来，是不是？张雨桐。第5航道目前没有人。那黄和提跟黄和欣在前面的少年女子 K1 200公尺也有出赛啊，也有报名这个P1 的部分。所以总共是只有3位的选手：黄和欣、王静雅跟黄和提。同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小学有时候刚好考在他期末考前几天。对，现在是6月初。有的家长就说啊，算了。所以有时候那个比赛的日期也不太好拿，对，好拿捏。然后有时候那个比赛时间好像全部家长都跑来。哦，对，像暑假的话，就是可能家长就会比较多。好的，比赛开始，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少年女子 P1 200公尺的决赛。3位小朋友目前距离都非常的接近，看到的是黄和提，目前似乎是在领先的位置。黄和提刚刚在他的那个女子 K1，他就是用这个 Polo 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和欣目前是在第1名，黄和提在第2名，王静雅第3名。我感觉是已经快要没有力，他感觉非常累。200公尺用 Polo 船划。滑蛮久的，而它的船的那个翻覆的角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稳这样。因为你要用桨去控制方向啊。好，最后还是黄和欣拿下第1名，黄提是第2，王静雅是第3名，都顺利的通过终点。我们看到黄和欣是有点松一口气的感觉。恭喜3位小朋友都有顺利的完赛。再看一下，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黄和欣，在这个项目少年女子 P1 200公尺拿下第1名。
虽然说非常的喘，不过还是有顺利的完赛。我们上看到的是黄河星，然后第2名通过终点的是黄河体，第3名是王静雅。我怎么进呢？就是来，老这个高吧，来准备来回应ending。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14年全国心理竞速锦标赛第1天的赛程，非常的精彩，从早上开始到现在下午的大概4点半钟左右，非常一整天的赛事非常的精彩，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讲评。对啊，今天我们也很顺利的选出很多国手跟培训队，所以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然后在不管是世锦赛或世青赛，也有让我们那个大家世界看到台湾这样，没有说为国争光这样。对。好，那明天一样在早上的8点钟，我们会为各位带来第2天的赛事。那我们明天比赛再见了，拜拜，拜拜。